大家好，欢迎回到蛋说蛋语，我是 Daniel。我们从小就知道语言是声音，而文字是这个声音的载体。比如说汉字，对吧？作为文字，它是汉语的载体，但是汉语的载体只有汉字这一个吗？答案是 no， 还有很多不同的文字可以记载汉语。那具体什么文字呢？我一会儿再跟大家说。但是与此同时啊，世界上还有很多的语言，它们的声音，也就是说口语，听起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写下来的文字却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两套系统，所以说呢，也会归为两种不同的语言。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是不是太魔幻了呀？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揭露一下这些语言的双胞胎或者是三胞胎的秘密。你们就会发现，文字系统并非单单只是记录声音的工具而已，它更像是一个民族或者是文化的胎记，上面刻满了宗教、政治，甚至是移民的命运。一开始呢，我们就来讲讲用另外一种文字书写中文的语言好了，那就是东干语这个语言非常的特别它是中文口语和西里尔字母的奇特组合西里尔字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俄文字母之后还会不断的出现西里尔字母这几个字，大家只要知道它是俄文字母就好了。那在如今的东亚生活着一个叫做东干族的群体，那他们所说的话呢，就是东干语。这个语言是源自19世纪从中国西北移民出去的汉族穆斯林所说的中原官话的方言。你们知道吗？这些东干人移民到了中亚之后，他们的书写体系也是经历了好几代的变革。一开始，他们用来记录口语的不是汉字而是一种叫做小而精的文字。那这一套系统本身也非常的有趣因为他们是用阿拉伯字母，注意是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发音的。所以说，一个说方言的华人穆斯林他们早期所看的书面语既不是汉字，也不是后来的西里尔文字而是从右往左书写的阿拉伯语的拼音。那这种文字的融合就完美的展示了他们的多重身份。首先是他们的信仰伊斯兰教还有就是他们的母语汉语，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融合的身份呢。但是呢，到了20世纪初当时是苏联已经成立了，那这一切都变了。当时的苏联政府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政策其实非常的强硬，那具体的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要进行进一步的西里尔化，也就是你的语言只能用西里尔字母来拼写因为当时的苏联政府就认为使用俄语的西里尔字母是有助于民族融合的，而且呢，对于政府的管理来讲的话呢，也更加的高效，而且在推行教育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的方便。所以从1950年代开始，苏联境内几乎所有的非斯拉夫语言，从突厥语到我们刚刚所说的东干语，都被要求放弃原有的书写体系，统一使用西里尔字母。简而言之，东干人就被要求在西里尔字母这个现有的模具当中去记录他们那套来自于甘肃、陕西的方言。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就是当一个说中文的口语群体被强大的外部政治力量推动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新的字母来记录自己的语言，而这种文字的选择就是对所属的国家政治体系的效忠。好，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因为宗教而分裂的著名的语言双胞胎，就是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他们的共同祖先印度斯坦语是在一个非常伟大，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着迷的一个时代诞生的，那就是莫卧儿帝国时代。莫卧儿帝国呢，成立于1526年，我们来看看，相当于是咱中国的明朝后期。西方呢，当时也是在文艺复兴末期和宗教改革的初期，这是一个东西方文明大碰撞的时代莫卧儿帝国是由成吉思汗的后代所建立的，他们的宫廷和上层文化呢，带有非常浓厚的波斯和伊斯兰色彩。你们知道莫卧儿文化的影响有多么的深远吗？他把中亚的细腻、波斯的浪漫、印度的绚丽全部融合在了一起。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大融合的非常著名的代表就是泰姬陵。在泰姬陵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波斯、印度和伊斯兰元素组合在一起的建筑，简直就是人类文明上的奇迹而那段历史就是各种语言、宗教、艺术激烈碰撞，最后形成一个大熔炉的时代。
而在这个大熔炉当中，来自于各个地方的口语，包括了本地的梵语，包括了波斯语，包括了其他的一些方言，都被融合在了这个印度斯坦语当中。但是当1947年英国人离开的时候，也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开始因为宗教而分治的时候，这种融合呢就破裂了。文字和词汇在此时反而成为了身份识别的工具。印度教徒当然就使用基于天成文作为载体的印地语，并且呢，他们之后的词汇发展更多的是向本土的更加古老的梵语来进行求助，进一步去除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而穆斯林呢，他们则选择了以波斯阿拉伯字母作为基础的乌尔都语，并且呢，在未来词汇发展的过程当中，大量的吸收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当中的词汇，以进一步的巩固他们的伊斯兰身份。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所选择的语言的发展的方向是截然相反的。文字的选择就直接的导致了这两套书面语在词汇上面渐行渐远。从当初来自于印度斯坦的双胞胎，变成了现在我们可以说是有共同祖先，但是关系已经不再那么密切的表兄弟了，非常的可惜啊。当然，你觉得这个故事可惜的话呢，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个更加可惜的故事，就是巴尔干半岛的故事。三门语言，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和波斯尼亚语，这呢大概算是欧洲历史上最伤感的文字战争了吧。首先，我们先搞清楚这三兄弟，就是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和波斯尼亚语为什么会分家。我们得把时间倒回到1000多年前，因为这可不是近现代的政治纷争哈，这是欧洲文明从一开始就有的胎记。好，我们先一起回到公元395年啊，这非常重要的一年了，因为在这一年，伟大的罗马帝国分裂成为了东西两半。我必须得说，这是欧洲一切故事的起点。西边呢就是西罗马，以罗马城为中心嘛，而东边呢就是东罗马，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拜占庭帝国，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那这一道人为画下的界限，不仅仅只是帝国的边界，更是两种文明、两种宗教、两种文字的永恒分野。而这一条界限恰好就穿越了巴尔干半岛。西边的克罗地亚人就被划到了西罗马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说呢，他们信仰的是天主教，自然采取了拉丁字母。而东边的塞尔维亚人是属于东罗马的势力，他们信仰的就是东正教，自然呢就接受来自于拜占庭传教士的西里尔字母。而这两种文字呢，其实就是东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文化符号了。好，随着历史继续推进，到了中世纪，又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介入了，那就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土耳其人从东方而来，不断的去侵蚀巴尔干半岛，他们占领了像波斯尼亚这样的地方。在奥斯曼统治之下，许多原先本身是信仰基督教的斯拉夫人，为了生存，为了社会地位，为了更多的政治利益，逐渐改信了伊斯兰教。那这群人呢，就是波斯尼亚人，或者是波斯尼亚克族。你们看，仅仅是在这一片区域上的斯拉夫人，就有了3种主流的宗教身份：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而在民族主义席卷欧洲之前虽然说他们是在不同帝国的统治之下的嘛，但是因为他们的口语基本上都是互相能听懂的，所以呢也是能够相安无事的共用一套口语体系。他们的身份认同更多呢也是宗教身份，而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非常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身份。哎呀，巴尔干的历史真的是像一锅炖上了1000年的乱炖，味道实在是太丰富了，抱歉。最近我又在读刘子超的那个写巴尔干的书叫做《学语秘之地》，所以一讲起来呢，我就开始有点滔滔不绝了。好，现在我们赶紧回到语言当中。刚刚我们所说的3层历史背景，就成为了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之后3个民族在强行分家的时候所使用的理论武器了。那克族他们当然是讲克罗地亚语，强调的是拉丁字母拥抱欧洲，并且可以用词去排斥塞尔维亚语当中的伊斯拉夫介词。而塞族呢，他们使用的是塞尔维亚语，强调的是西里尔字母并且呢继承了斯拉夫以及东正教的文化。而波斯尼亚语呢，一般他们的文字既可以用拉丁字母来写，也可以用西里尔字母来写，都是双用的不过呢，其书面语会大量的吸收像什么土耳其语阿拉伯语等词汇，以彰显其独特的伊斯兰斯拉夫身份。
此时文字的选择已经不再是为了交流，而更多的是为了证明民族的正统性和独立性。其实他们的口语差异非常的微小，但是被文字这一面旗帜无限的放大，最终分裂成为了3套独立的国家语言。好，今天呢，我们虽然说讲了语言，但是也在历史当中旅行了一圈，从遥远的中亚到纷乱的巴尔干，看到了文字分家的3大驱动力。第一就是地缘政治的影响，比如说第一个例子当中的东干语的西里尔话。第二呢，则是宗教和政治的对立，像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第三个呢，则是文明的决裂和民族的自觉，就是巴尔干半岛这些剪不清理还乱的故事。文字它不是语言学上的最优解，它是历史的胎记，是人类在文明的交汇处，在政治的决策下为自己打上的最为深刻的身份烙印。所以下次当你看到用2种不同的字母拼写的听起来非常相似的语言的时候，千万不要惊讶我建议你们可以去查查他们的历史，说不定就会发现他们曾经是血脉相连的兄弟哦。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但说但语，如果说你们正好也知道一些非常有趣的历史故事，不妨在留言区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拜。